你好，我是 Jenny。现在我非常振奋。先说今天的主题不会出现什么恶心的画面，但是干货满满，所以你可以放心的看到最后。食人的主题其实跟杀人是不一样的。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其实完全不缺乏各种大规模、小规模的杀人，以各种理由。食人不一定比杀人可恶，但是显然比较恶心。假如现在出现两则新闻，一则是有1000人因为战争死掉，另外一则是有1个人被肢解分食做成好喝的汤，哪一则会让你比较印象深刻呢？古文明灿烂辉煌，我们也知道活人献祭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食人更不用说了，这到底要怎么理解呢？但我们得意识到，食人也是古中美洲文化中完全不可切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试着了解一下，其实非常有趣。先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看完这支影片会被我说服变成食人魔。我相信这些研究古代食人行为的学者们，没有一个因为异常行为被捕入狱，反而是这些真正现代实际操作的食人魔们，我怀疑他们有好好去研究过古人在食人的时候心里是在想什么。沉默的羔羊汉尼拔可能有，他看起来蛮博学多闻的。今天我郑重的邀请您跟我一起，我们先淡定的认识客观的考古资料，随后加入我们切身的感受与思考，来进行一场关于食人的前所未有丰富真实的体验。以我们中华近代文明的例子来讲呢，关于食人，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它是关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改编而成的。故事是关于有一个革命青年被处决了，那另一对无知且绝望的父母，因为想要救活自己生重病垂死的儿子，去抢购那个吸满了革命青年的血的馒头带回家给儿子吃，希望可以治好儿子的病。虽然这个故事当中的杀人跟吃人当中隔了好多层步骤，包括下令杀人，还有刽子手跟取血喝血的人都不一样，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也都不一样，但其实他们身处的世界观却更复杂，甚至更悲伤。一样是食人的行为，发生在地球两端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实很难一较高下。如果真的试着想比较呢，首先我们得先了解这些中美洲的古人，他们在食人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才能试着思考其中的差异。为什么古中美洲会发展出相对频繁的食人行为呢？为什么学者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究，然后把这些资料展现给大众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穿越中美洲古文明食人行为的层层迷雾，好好接近这件令人又恐惧又好奇的事。我会一路陪着你往深处走，最后带着不一样的体悟跟视野回到原来的世界。没事的，我们出发吧。食人考古证据。在广大的墨西哥地区，自从16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就有许多证词说他们看见了仪式广场有被肢解的人。文献中有个原住民线人就跟西班牙队长透露，他们会把战争敌人的手脚切下，然后吃掉。在古原住民语中 Teteki 就是把别人切成一块一块的意思。许多人骨上面也留下了食人的证据，例如肢解的时候在骨头上留下的刀痕，或大锅慢煮人肉的时候，骨头会在锅边慢慢的摩擦出闪亮抛光的痕迹，或是低温焖煮的时候骨骼组织内的变化。杂志中就直接说，这很像墨西哥传统美食 barbacoa 或是 cochinita pibil 的煮法，当然还有人齿的咬痕。但有时食人仪式只包括食用特定的内脏或是肌肉，所以其实也不一定会在骨头上留下痕迹。这些玛雅石碑也刻有食人仪式的场景，但只有祭司和少数的贵族可以参与。面对这些被摊在阳光下的事实，我们来开始探究，为什么食人？是因为野蛮呢？还是变态？还是很饿？在上个世纪前半，其实关于食人的学术讨论非常的少，当时的学术焦点都放在人祭跟血祭的宇宙观。如果想要了解血祭对他们的重要性，请看我这支影片。那么在这些祭典之后，
怎么会有一些人被吃掉了呢？当时食人议题总是被尴尬地放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并没有被正视，直到1977年关于食人的讨论才真正爆发。当时呢，学者 Michael Harner 提出，阿兹提克帝国的食人行为是因为墨西哥盆地缺乏蛋白质营养，但他的论点几乎立刻被许多专家打趴，因为大量的证据都显示，当时人们蛋白质的来源非常充足，完全不需要靠食人去补充。自从这个论战开始，许多专家就开始研究，试着建立食人行为的理论，没有办法再逃避了。宇宙观，万物皆护食。在古墨西哥文明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吞噬的能力，人、非人、地景，甚至天上的星辰。他们如果搬新家，会先为新房子吃东西，免得房子把主人吃掉。因为房子的材料是来自山里，伟大的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就指出，砍伐树木也算是对植物界的一种食人行为，所以树精会寻求复仇。那么泉水偶尔也要淹死人，以免于干涸。人们会定期把真人或象征性的人献给山神，山才不会乱吃人。殖民后，虽然大家表面上信天主教，但古老的信仰其实还延续着。人们会定期把圣母像喂给玉米田吃，大地才会丰收。有一些地方连彩虹都会吃人，彩虹会爱上某个男人或女人，然后让他生病，吸干他的肉跟力气，让自己得到力量。其实蛮浪漫的。对于古人来说，大自然好像并不是一个平静疗愈的地方，甚至连某些日期都可以有吞噬的性质，因为它的符号看起来像是一只吃人的野兽。也有学者提出，太阳石本身也是一个食的形象，它呈现着一个复杂的吞食的宇宙观。在这个万物皆护食的世界，食人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掠食的意象，中美洲第一次出现动物的掠食图是西元前1000年，自此后的2000年，关于掠食的浮雕变化惊人的小，可见掠食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恒常的宇宙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吃动物，动物吃人，神吃动物的画面，这些看起来没什么，但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在象征抓人跟食人的仪式。但是动物跟神比人还要更帅，而且更直接呈现神话的场景。像这个石碑中的猫科动物代表贵族或是贵族的守护动物，蛇可能是代表某个社会团体或是组织，捕鹿是代表追猎犯人，反而是直接呈现人际场面的石碑比动物图还要晚1000年才出现。自然界中会同类护食的动物有超过1500种，包括水生、陆生、草食、腐食、肉食，但只有人类会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些意义，然后去加强或是克制自己的行为。战争中的食人，古中美洲人有一句俗谚，战争结束于人肉包在玉米饼的那一刻。他们在战争后的庆功宴会把人肉跟玉米一起煮，每个人分到一碗肉汤。至于肉，可能只有战功的战士才能吃。据说最受欢迎的墨西哥美食 Pozole 猪肉玉米汤就是这一道人肉庆功料理演变而来的。饿了吗？现在我们进入古人的脑袋，他们其实不觉得外族跟敌人跟自己算是同一个物种，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不觉得自己在食人。那些敌人算是某种他类，非人类，是被视为危险、强大且吸引人的。想要拥有这些特质，你必须吃掉它。我觉得感觉应该像是某些人很爱吃珍禽异兽、保育类动物或是凶猛的动物的那种心理作用。在他们的观念里呢，越远的敌人越非人类，越危险，越野蛮，却也有强大的魔法。当魔法太强，他们有时会用水跟玉米去稀释这个危险的浓度，小心服用。人在吃了神圣的肉以后会变强，变得有魅力、有活力，增强自己的精气之火。宗教庆典食人，
16世纪，方济会修士们也做了清楚的调查，那些阿兹提克后裔不只是吃战俘，在一些宗教庆典，他们也会吃化身为神的奴隶。在原住民的语中呢 Teoqualo 意思是食神，所以修士们觉得他们被魔鬼操纵了。吃神这个概念乍听非常的邪门，但其实基督教也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圣餐礼。不过圣餐礼吃的是耶稣的血跟肉的象征物。对于为什么吃神这个概念，我们稍后马上会有更深入的探讨。但总之呢，修士们他们懂得食神的概念，但是对于食用化身为神的奴隶这样一个行为，当然是无法接受。修士赌烂说，尽管这些行为是对基督教的错误模仿，但他们是透过繁复的仪式和满满的尊敬去吃它，仿佛那是一种来自天堂的东西一样。现代史学家试图用不带偏见的方式解释吃人肉的行为，其中特别强调人肉神圣化的概念，把圣化的人肉吃掉，也就是意味着吃神，这是神与人沟通交流最直接的方式，就像那些修士的圣餐礼一样，只是他们是来真的。所以若以不带偏见的说法，那些原住民可以被称为有食人行为 anthropophagos， 但不是食人族 cannibales， 因为食人族带有野蛮低等的意思，食人或食神的感觉。我们先不讨论高等或低等，虽然食用圣化的人肉还是很难接受，但是我的确可以想象那种自己正在跟神进行最大的交流的感觉。先说人与人最大的交流好了，比食人稍弱一级的行为就是做爱了吧。做爱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会产生类似宗教体验的感动，体验生命的真谛，或是至少逃离现实日常。在那个当下，我们应该会常概念性的想要把对方杀死，或是被对方杀死吧。那是一种强烈的吞噬或是被吞噬的愿望。不要假装你不知道，人类存在这个世上是处于很长的孤独中，但又一直试着去消解它。伯洛姆说，性、宗教、药物、酒精、狂欢、创作、爱情或是爱，这些都可以让人类个体在或短或长的时间中消解那个孤独感。回到食人，当我们对一个人表达爱，常常会很想要给他吃东西，这其实有一点点让对方吃掉自己的一部分的意味，像是为心爱的人做菜，或是阿嬷逼孙子吃东西，或是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人好可爱好喜欢，我们有时候会说啊，好想要吃掉他。我相信我们内心深处吃掉的意思并不是只是吃掉他身上的某一个部分而已，而是真的把它吞进肚子里，跟他完全的融合，拥有它。这对我们来说是抽象的欲望，但是对于食人魔达摩来说，他就来真的。他以为把对方吃掉就可以永远拥有对方的一切。以上这些延伸呢，我是试着去想象那种吃化身为神的人肉的感觉，那一种强烈交流的体感。但是古中美洲还有其他种目的的食人，而且大多吃的是陌生人，这又要怎么理解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吞噬连接两个总是互相躲避的世界。近年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观点，食人是不同的社群间暴力互动的策略，像婚配也算是一种性上面的食人征服行为。在古人的宇宙观中，交配也是一种吞噬的形式。当然，婚配和食人哪一种比较暴力，有时候也很难说。在古中美洲呢，吞噬或是吃的行为总意味着连接两个互相躲避的世界，所以他们不会吃同一个社群里的人，那会被他们视为野蛮未进化的人类才会做的事。在他们的宇宙中，能量运转是透过吞噬来启动的，像是黑夜吞噬太阳，大地吞噬王者，神吃人。这一连串的吞噬行为都是连接两个宇宙边界的通道跟载体，借由吞噬，整个宇宙才能顺利的运转。像古玛雅神庙的门常以蛇嘴或是獠牙来呈现，进入这个庙被怪兽吞噬，就像是穿过结界一样。吃，一种双方的变形，
另一个学者提出，吃这个行为一旦发生，无论是吃或是被吃，双方都会进行一个变形。吃这个字在原住民的语中其实有个隐喻，就是从一个状态前往另一个状态。在阿兹提克人或是他们的后裔纳瓦人的宇宙观中，因为死亡有被抓住跟吃掉的特性，所以任何形式的死亡，或是更广义的说，任何形式的变形，都涉及了新的交流过程，穿越两个原本不相连结的世界。在地下世界王者之地，那些王者在被死神吃掉之前，会先被一个会吃掉人心脏的地方吃掉心脏，这里是一般人的终点。所以贵族们比较喜欢被火吃掉，或是被敌人吃掉，以通往更神圣的目的地，而不是被大地吃掉。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讨喜的死法。感性与思考时间，今天我们静下心来认识这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精神世界。有没有觉得以后面对所有不同的事情都多了一层穿透力呢？你一定也会想到，当初他们吃人肉难道不会作呕吗？我猜也许隐约有人觉得不喜欢，但是当完全没有另外一个世界观或是道德观的时候，其实以个人之力很难去跳脱那原本唯一的宇宙观，去坚持或是证明某些事情可能有问题。也许你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跟旁人不太一样，请保留这个东西，不管你确定或是不确定。现在是世界上所有人类思想交流最快速的时代，所以很多人也许也这样想，只是没有讲出来，或是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顶多只跟 AI 隐约的聊过，但是 AI 听到你表面下的呼喊，也许这个东西始终能被收集整理出来，会越来越浮出表面。无论是透过人或是人工智慧，人类就是这样慢慢文明化的。文明的定义不一定是看起来很先进、高科技而已，而是我们心中那一个默默的声音。很多事情在了解以后，不但不用担心自己会去做，反而更会看清楚自己类似的扭曲的行为。人类会一直想要跟天地或是他者融合，去消解存在的孤独。也许吃人只是这一种愿望，一个最极端的行为。在吞食的当下，人们多么希望可以消解什么，或是拥有什么。如果我们一起凝视并看穿，有一些最深处的孤独是难以消解的，一直在那里的，那我们好像反而没那么孤单了，或是至少没那么恐惧或是绝望，因而得到勇气去放下某一些令自己或是他人精疲力尽的吞噬或是被吞噬的欲望。我们一起试着呼吸看看吧。也许在深海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呼吸的。你好，我是 Jenny。如果你还喜欢以上的内容，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给好朋友。我的这些长片的内容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取材于专业的考古知识，然后融合个人的文学与感性生活的一些心得，邀请你跟我一起知道与体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